那最近我们常常有听到类似家暴的一个议题，然后还有听到别人说一个目睹儿他是需要治疗的。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婚姻对小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好，当孩子处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婚姻里面，其实对孩子的身心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其实孩子会时常在一个恐惧的状态，那这个恐惧的状态其实会影响到包括他的一个可能睡眠，或者他的一个课业，或者他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感受等等的身心表现。那更长远的影响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他对婚姻的看法，那或者是说孩子会学习到他们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情绪。譬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就会复制了爸爸妈妈的行为，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对他们的亲密关系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了这样一个代间的循环。所以其实这个暴力对小孩子的身心是有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其实在离婚的一个法律事由，像不堪同居虐待或意图杀害他方，或者是直系血亲属对他方的虐待，这些事情都会使小孩子是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生长，然后其实是他在对小孩子心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影响的。是，但是很多的我们会看到很多受暴妇女，她会觉得说，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那他们很强调去维持整个家的一个结构，可是忽略了说，这个家它的互动实质上的一个生活的品质跟关系的品质，它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是一个很深远的。是。那我们还有常常会看到一个，就是父母他们可能勉强维持这个婚姻，然后他们可能是在婚姻中他是不讲话的，或者是不沟通的，然后甚至这个爸爸从来都消失的。那这样子的婚姻是不是对小孩子有不好的影响呢？因为他们父母已经很努力去克制自己的情绪啦，那就是不讲话才免得吵架。那这样子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吗？是。当然，其实整个其实家庭的一个互动品质对孩子其实会有影响。那刚说其实冷漠或者其实有一方消失，那如果在一个长期冷漠的状况底下，孩子有时候他会变成一个父母沟通的桥梁，会变成一个传声筒，或者那个冷漠其实也会给孩子很多的想象空间。他不知道说我的爸爸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冷漠不沟通或者有一方的消失，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身心的角色的示范。那有一方的消失，我不晓得其实说主要照顾者会怎么去跟孩子解释，这个爸爸可能时常不回家或者消失了，那跟妈妈或主要照顾者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他有时候会去吸纳很多主要照顾者的情绪，然后对另外一方可能他会有很多的不满或者愤怒或者失落，那这些情绪其实我还是要说，它会影响到孩子长期的一个在关系，不管他以后长大的人际关系或者亲密关系里面，他会形成他自己很多的一个想象。那我觉得这也还是一个蛮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一个父母的关系，其实是小孩子日后关系的一个缩影所以他会从这边吸取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学到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在民法离婚的事由，那可能一方生死不明于3年，或恶意遗弃这个状况，其实对小孩子有一个不良的示范，还有不良的影响。是。好，那我还有一个就是，那如果是父母不会打架那有时候就是一直在吵架，那这样子的婚姻对小孩子也会有影响吗？是，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会其实希望在一个一直吵架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个一直吵架的，我刚说父母其实怎么去处理冲突、处理情绪，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示范。所以那个如果他们时常相互的攻击，那孩子其实对爸爸妈妈其实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感受跟想法。那带着这些意向长大，其实除了影响他们自己跟父母的关系以外，我还是会说他还是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或者他其他亲密关系里面，他可能带着这些童年的经验，那他在他的亲密关系里面，他可能其实会有他的恐惧跟不安。所以这些其实对小孩子都是很不好的。所以其实在决定要离婚不离婚，其实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到，其实你维持婚姻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了小孩好，然后所以这2部分都是要考量到的。是。
那这一款事由呢，其实在实务上我们是常常碰到哦，因为有很多的状况产生呢，比方说有打人啊，有骂人啊，然后有离家出走啊，那可是这些单一个打人啊、伤害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构成民法1052条第一项的，比方说不堪同居虐待啊，或什么样子的状况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变成民法1052条第二项，是不是加在一起，这些状况是可以是变成不能维持婚姻的重大事由。那因为这个样子的状况是一个很复杂、很多因素组成的，所以要怎么样决定说谁可以请求离婚呢？大家记得吗？我们刚刚说过，基本上我们离婚是采取有责主义。那在这样综合考量之下呢，有可能大家都有错啊。那大家都有错的时候，谁可以主张离婚呢？那最高法院有说是责任轻的一方可以向责任重的一方请求离婚。如果呢责任都一样的时候呢，那双方都可以请求离婚。刚刚秋芬，你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离婚不见得对小孩子是一个伤害。那所以我们很好奇的想要知道，怎么样子是减低这个伤害，甚至可以不要有伤害的。好，我想其实父母如果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的处理这件事情，那首先他们需要先能够去处理自己，其实在面对离婚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愤怒、有失落、有很多的不满。那父母如果能够先经过一个自我的整理，他比较能够去看到孩子的一个最佳利益，或者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父母的平和处理，其实对孩子就不一定会有伤害，因为他们其实当他们自己比较冷静，跟可以跟对方和平的讨论的时候，他们比较能够去看到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的需要是什么，会去考量到孩子，所以他并不一定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刚好看到你提到一个自我整理，还有一个平和的处理方式，这件事情对小孩子很重要。所以那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家事调解，然后家事调解其实是我们会帮助两方去做一个自我整理，然后我们会邀请心理师啊，或社工师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精神科医师来参与，然后帮助当事人去做一个自我整理的工作，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让他两造去商量，看看他们这个婚姻事件是要怎么样处理，然后是一个和平收场。所以这样的状况不用在法庭争执，那他们的情绪是有被解决的，然后各方面是有考量到，其实这个方法其实是对小孩子伤害最小，这是我们一直很努力的方向，然后也是你努力很久的工作。是，所以当事人其实可以透过法院的一个家事调解，或者现在其实有一些社福单位他们也有做社区调解的部分，或者是有一些社福单位也有所谓的婚姻咨商。那我会鼓励说，其实面对离婚这个议题，如果自己其实很难去度过这个历程的话，其实可以寻求专家的帮助，不管法院或社区都有它的资源可以利用。那我还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子女最佳利益？因为我常常听到父母都会跟我说他就不想要看他爸爸，然后他就是想要这样啊，然后那你看他们以为他自己已经找到子女最佳利益，那你觉得父母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看子女的最佳利益？我觉得其实父母要看到孩子的最佳利益，还是跟刚才我们强调的重点，就是父母他的情绪要能够稳定，他比较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想，其实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他会其实片面单方的就帮孩子决定说，孩子其实不需要爸爸或不需要妈妈，或者我不需要他的抚养费，或者是他们从此不需要再见面。那我们其实会告诉父母说，你没有权利帮孩子去单方做这样的决定。那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往往很为难。我们会告诉爸爸妈妈说，你不要把其实这个很多的决定权丢给孩子。譬如说，告诉法官说，那你问我孩子他要跟谁？你问我孩子他要不要见他爸爸、见他妈妈？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对孩子来说他太为难了。当他其实跟主要照顾者生活的时候，他知道说，你这个主要照顾者你其实讨厌或厌恶对方，那他会知道说，当我跟对方见面的时候你就不开心，那孩子就会选择，那我怎么做其实是我可以降低他们两方的冲突，或我怎么做我是可以讨好主要照顾者。所以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面对很多的为难，那大人其实千万不要其实帮孩子片面的决定，或者把这些都丢给孩子。
那所以你觉得父母双方都要持续的扮演他们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这件坚持是不是重要的？是，我觉得是重要的，特别在离婚的事件里面，离婚是2个大人的事情，那离婚只是其实他们在法律上婚姻关系的结束，但是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是一辈子的。其实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说，爸爸妈妈其实他们2个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他们其实可以持续的还是一样照顾你，你并没有因为这个离婚事件而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希望爸爸妈妈还是能够持续扮演他父母的角色，因为孩子在他成长历程里面，我们希望其实这样的角色示范不要有一方的缺席，而这个缺席其实我还是会说，其实会影响到他长远的关系或亲密关系里面，尤其是有一方的消失，我们觉得其实越见不到的、越得不到的，往往会越渴求。他其实可能在青少年阶段，他就想要去找他爸爸或妈妈。那我们常跟爸爸妈妈说，当孩子脚长长了，你要怎么拦都拦不住这样。那尤其青少年期的孩子，他跟主要照顾者往往关系会比较紧张跟冲突。那在这个时候，他就会美化了另外他见不到的那一方，那就会想要去寻找另外一方。所以我们会希望，其实是不要在这个离婚的过程里面，我们去限制孩子，其实就不跟另外一方接触，或者是从此我们就限制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其实亲情就是一个天性。那如果你叫他不要去跟另外任何一方见面，其实你就是去一个泯灭他某一个天性，这对小孩子都是不是很好的事情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很多离婚官司大家都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监护权。那说到监护权呢，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们都一直很强调一件事，叫做子女的最佳利益。监护权决定的方式呢，我们又要重复帮大家复习一下初阶的课程哦。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由夫妻协议来约定的，看小孩子什么时候是跟谁住，然后另外一方怎么负担，或者是什么事情由谁来决定，这些事情都是很弹性的。那通常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事人有时候会有一个担心呢。他说：“那他现在我监护权给他，他要是出了什么状况，该怎么办呢？这样子对我很没有保障啊。那对小孩子怎么办？我好怕影响到小孩子一生哦。”这时候呢，其实法律有想到哦，因为人的一生都是一直在改变，所以呢，如果发现以后行使监护权的一方呢，如果有不尽责的状况，或者他是没有办法行使的，然后其实你们是可以约定再来改变，或者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你们可以到法院来然后请法院把这个监护权再改给另外一方。然后我们这时候当然还是有很多夫妻是不能协议，因为大家都太爱小孩了。那不能协议的时候呢，还怎么处理呢？其实就到法院来怎么样子由哪一方监护，或者是共同监护，对小孩子是最好的。那我们怎么样决定子女的最佳利益呢？通常我们会请社工进行访视，然后法院呢也是会听取子女的意见。还有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没有监护权的一方，他是可以请求跟子女做会面交往的。在现在办理很多案件，我们一直很重视，其实就是夫妻双方都能够要继续跟子女维系一个关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子女需要父母双方，而不是只有一方就好了。父母双方对于子女都有他一个心理上的意义，还有他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其实碰到很多状况，其实我们夫妻的一方会跟我们说他其实他不要他爸爸，或他不要他妈妈。那我们把小孩子叫到法院的时候，其实他会让我们知道，其实他没有不要爸妈，他没有不要另外一方，甚至我们请另外一方跟他互动，他常常都玩得很开心。所以其实子女大部分都是需要父母，这是一个天性。那如果没有监护权的一方，我们其实是会要支持
这个另外一方怎么样子跟小孩继续维系关系，让他知道他还是有爸爸有妈妈爱的，他的对爸爸妈妈的权利或享受的爱不会因为你们的离婚而有改变而有终止。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坚持，而且我觉得对小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有任何一方其实他如果是没有亲时间互权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你支持你，请你要努力勇敢的坚定的继续跟你的小孩保持关系，然后继续看他们，让他们长大，然后得到最好的照顾。